灵活有趣，自在相遇。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APP 独家冠名播出。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，感谢健康的美，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。时尚先锋耀目登场，华为 Free Clip 2+耳机，闪耀你的每一个 C 位时刻。本节目由超保护舒服到一世再也回不去的护舒宝赞助播出。一抹闪耀，报顺恋爱。本节目由巴黎欧莱雅护发精油赞助播出。奥利奥季节限定新口味上市，一起开启寻味之旅吧！本节目由奥利奥赞助播出。不过生病比较严重，还是挺担心他的身体的。没磕着吧？没有。你没事没事，你现在需要一个导盲犬。哇哦！就他自己导盲犬。对，要勇敢。哇，小伙子，你想的真周到。你看起来不是像一个就是这么面面俱到的人。又是我。你这个茄子是要另外做的，这是免葱花版，是有葱花版。爱情卡卡不是葱花版。哎呀，我这在太有心了。小屋的生活都已经快结束了，希望说尽快把小屋里面剩下的时间都交还给你。我其实没太懂你到底要说什么，我被你搞得有点混沌。我确实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，不管我用理性的选择或者感性的选择，都会伤害到他。我昨天晚上其实挺懵的，他是不是有压力，或者是想太多，畏缩了？他在逃。快上 SOAPP， 灵魂有趣，自在相遇。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APP 独家冠名播出。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，感谢健康的美，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。耶，开看！看我昨天给咱俩拍的合影。有点太抽象了，这位亲，你不会拿这个发瞬间吧？我求你。这说明模糊也是。我求你，我拒绝。如果你哪天发的话，我就去看别人的瞬间。行，威胁我，好吧？这边是嫌弃。拍的你多好看，你看。非得说我猴哥的缺点的话，这张照片拍的太一般了。这个没有用到2倍。对。当时我们也聊到了，说就其实你对一个人，你对理想型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条条框框，但通常这个人出现的时候，他就在标准以外。你可能是这样的，你全在我的条条框框以内啊。是吗？但其实你总体也在我条条框框以内。哎呦，我还是爱看这种。10环，你打的是10环。我觉得你大概在9环吧，因为你不戴眼镜。好，我今天晚上去配一个眼镜，把戴眼镜的妆造焊在我脸上。他这个肢体语言都不用我们观察，真的和盘托出。再靠近一点点吗？虽然大家都贼关心你，一直在问你。可能也是关心你吧，想看看这个小猴到底吃了多少苦。看你身体倍儿棒的。吃的不少，运动的那么充分。让小猴吃爱情的苦，别这么说。一般这么说完以后，明天可能是啪啪打脸。不行，你不能垮掉，我还没好呢，主要是。明天我们就是我还没好，就是隔壁床的病友。不行，推，你还得伺候一下我。好。你看。我们这几天的接触比之前小屋里的那些时间加起来都还密集，因为其实我们相当于除了我睡觉休息的时间，剩下整个都是站在一起的。
我觉得我对他全方位都有一个认识上的提升吧。他就是真的很能细心的照顾人。给我洗过手吗？为什么？全天候服务。在医院里，我坐在凳子上，然后我就这样抬头看着他，然后去那边跑啊、交钱啊什么的。就他就跑前跑后的，就我没有需要一点操心的地方。哎呀，家属感很强。对，家属感强。我当时也是有一种错觉的感觉，我说这个是因为有点烧糊涂了吗？反正我现在看着他，就觉得他这个人已经很熟悉了。那我听一下吧，如果我听。他家属要进来了。他家属要进来啊！也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好、很靠谱的人。这是热水，你喝一点暖暖胃。谢谢。哎呦，太好了呀！值得托付。真的是烧习惯了，现在39度给我一种37度的感觉。来，你跟我说说看，你晚上还想吃什么？我再给你买罐头好不好？然后还有什么想吃的水果，我一会儿下去给你买。随便吃点什么水果吧，就吃点甜的就行。你有什么不吃的水果？杨桃。行。我们来到彩云之南，没有什么水果吃，这也是很离奇的。明天吧，不着急。有的人很急。切个杨桃给你吃吧，带的杨桃。我不吃了啊。你不吃了？不是，我说我这个就不吃了。啊，给你切一点吧，你尝尝。不用。这种水果不管饱啊，哥，它不管饱。我怀着一颗真诚的心，捧着一个唯一熟透的杨桃，从版纳3个小时的飞机加3个小时的车程回来以后，换了一句：“我不吃。”爱吃不吃。笑了。你这还挺有小脾气的呢。你下次为了避免，就是一次性把要素给我说到，就比如说你可以，你不要问我，你要说你直接说我在版纳给你拿了杨桃。我不知道他那个杨桃是隔了这么远特地给他带的啊。这到底是不是版纳拿回来的？是啊。那你说开玩笑是什么东西在开玩笑？开玩笑就是没关系，就是不行，吃不吃真的有关系的。如果你特地拿回来的话，真的有关系的。就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随意点，就不行，这个东西绝对不能随意。就是反正起码在我这儿不，我是不会随意的。不用，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因为那个杨桃我吃了，我也挺开心的，好不好？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脸有点红？给我拿张纸，快点！你在等什么？我要哭了啊！咋了？我难受了，我觉得没吃，哎呦，没事。我真的是跟你开玩笑。我真的是跟你开玩笑。就是我特别不能容忍自己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践踏真心。对，他觉得辜负了别人那个，你们俩完 damn 了！耶，我的 CP 站起来了！哎呦喂！我觉得这个好戳呀。我当时知道他特地背回来的时候，其实第一瞬间吧，没有太大的感觉，但是这个事情他不能细想，他可能拿这个杨桃的时候，大概想的是，这个杨桃肯定很甜，我拿回来给沃沃吃，然后他小心翼翼的把它从版纳带回来了，结果拿给我的时候，我说我不要。想了想，突然就很伤感。完蛋了，我觉得我好喜欢乌波，咋整？不是践踏，对，不是践踏真理，是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就是我其实内心对你特别的信任。就比如我第2次给你留导发的时候，你没有拿，所有人都拿很诧异的眼光看，但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弃，你知道，我理解的就是你以为我要叮嘱你吃早饭，就仅此而已。就是你当时就是这么想？对，我很信任你，我非常非常信任你。虽然
我不确定我在你那边你给我打多少分，但是我就很自信，我说他一定只要是看到他一定会拿的，肯定是因为各种我放的不明显啊，或者等等的，我觉得肯定不是你不愿意拿的原因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可能在很多人眼里看着我像单恋啊，或者什么。那可能我们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两个在小屋里的时候是有一点回避接触的感觉。对啊。然后你是表达的那一方，我是没有表达过的那一方，所以就看起来一定是一个单恋的状态。倒是也很好理解。如果我们在小屋就是接触很多的话，应该也许大家就不会这样认为。波波状态有变化，变化好明显。所以呢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我其实是非常非常信任你，能在你那获得一些安全感。哎呀，你真的有的时候你要说的，你不说，我这个人真的，我脑子真的就是，你知道我在很多事情我不会多想任何一下，你知道吗？等加上你的微信以后，要把你的名字备注一下，叫不吃杨桃，小杨桃，小杨桃，他俩慢慢有一种要稳定发挥的感觉了，有一种稳稳的幸福。哎，天哪！太好了，别上，咱们上去。行，你就不用管我。行，我就现在火速躺下，吃个水果，然后一会儿再吃个冬瓜粉就可以睡觉，好吧？好的。还没看够呢，这组真是没看够，超甜。我其实挺替窝窝开心的。就是他刚才说了一句话，说是不是因为发烧烧糊涂了？那你就糊涂下去吧。我觉得在爱情中哪有那么多理性的分析？就是这个发烧，那可能就是给他们的，把他的那个感情烧升温了。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人最没有安全感的。对，理性太多，你就会丧失很多生命中的快乐。对。他们俩有一点特别好，就是他们两个人只要碰到差异啊、误会啊，他们就会马上沟通。他们俩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沟通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就是会互相的尊重彼此，也懂得爱自己。而且有什么误会马上说清楚。对，沟通太重要。他们两个人都特别聪明，所以聪明的人谈恋爱，你就知道那个困难一下就会被克服。他们就是有一种独特的语言，他这个密码只在他们之间流动。我突然间发现了恋综对于观众的一部分意义，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人找不到参考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。猴哥提供了一个，当你们跟你的伴侣，或者说甚至跟朋友、跟家人有误会的时候，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？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解决这个误会，以及表达这个误会，让对方不尴尬，以及也能说清楚自己的原委。大家对于误会马上说清楚这件事情这么有感触，是自己生活当中碰到过一些这样的事情吗？来吧，分享一下，朋友们。一心，我真的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误会，就是关于我自己改名字的事情。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，我自己改完名字之后呢，我就打了电话给他，我说，我改名字啊，叫唐艺昕啊，什么哪两个字啊？我说艺术的艺啊，信息的息，他就哈哈大笑，然后说哈哈你学我，然后我其实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我说我怎么学你了？然后他说那个草字头日字旁啊，我还愣了一下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说啊，然后我也哈哈，然后就觉得还真的挺巧的。谁知道多年之后我们公开之后，就大家都说我是因为他改的名字，也可以理解大家的这种想法，感觉是挺浪漫的。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为对方改名字这个事情跟我的恋爱观是不符合的。那这个很浪漫，但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很多，就真的是一个巧合，对，简直就是命中注定了。那其实刚才我也提到说，就是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愿意在朋友面前去分享啊，我现在到了恋爱哪个状态，他是这样的一种个性。你们会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个前瞻，就是首先你要确认你的朋友愿意听你的分享吗？对，太对了，这个关键点。我有过就是别人会分享，但其实就是
就是他觉得怎么样不好，那我觉得不太好，不合适就结束。那他又会觉得怎么样，最后我真的就憋出几个字，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反而就是现在吵架了，我不会去多说，是因为我发现，你去倾诉的那个过程，就其实很内耗，又是反复在折磨自己。我是觉得，如果要分享的话，有一个阶段是我觉得不那么建议的，就是感情初期的阶段。初期那个阶段，就是大家的信任还不是特别牢固。是的，那个信任其实是需要特别私密，让那个信任开花结果成长的。因为我特别害怕，就是我把我掌握自己感情解锁的这个钥匙交到了别人手上，就这种失控感，还不如我自己折磨我自己，但至少我可控。所以尤为那个初期阶段，我觉得更不稳定的情况，还是要点空间给他，让他长一长。那我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，目前其实，在小屋里面还有一段处在重音的那个过程当中，谁？就是万潇对咔咔，是不是有戏？来吧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。好嘞。Hello， 万万，怎么叫你一个人？哎 ，Hello。我先在这里抄个近道，把东西放下，不然太冷了。啊，你买了啥呀？买了酸奶、面包，还有蓝莓。啊，我今天给你做个西餐，好不好？我从正门进来哈，等我一下。好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忙碌？对他们都出去玩了，然后我今天就给咱们两个准备饭了。好，那我正好帮你打个下手，我先去洗个手。你可以先去收拾。嗯。之前老做所有人的，虽然我也很享受照顾大家的这种感觉了，但是总感觉这个不是偏爱，也不是对于他的一个特殊的对待。而且之前大家都在，我也不可能就是说跟大家说，哎，我只是给卡卡一个人做菜，你们不许吃啊！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，对。然后我也不是那样的人，所以我想正好趁今天大家都出去玩了，我趁今天这个机会，算是老天爷给面吧。本身不饿的，你这有点可以的。谈情说爱玩的，你看看，当时有一点，怎么说呢？有一点好像做贼心虚的感觉，就是我明知道我后面做的这些东西都单独要给卡卡做的，但我特别担心老侯突然说，哎，我还没吃饭。自主，只想做自主，内心 OS 一劲儿的跑。但后来我一想呢，就是老侯他对窝窝又那么直球，我觉得对于他来讲，我没有什么太多可以隐瞒的。哦，这个茶杯蛋糕是你做的吗？对，你这有点东西啊。简单弄的，卡卡不是比较喜欢吃甜品嘛，然后我看到我就说给他弄点。哦，是给卡卡做的？对，这是明示。挺好，挺好。懂。我来啦！哎，你也来了，小侯。哎。小侯，这个屋子果然已经没有你在意的人了，是吗？头发都不抓了。对啊，你这2天都没抓头发。因为陪窝窝去医院，我们那个很早。因为一大早就得起是吧？他现在怎么样？他现在还是不太好呀。还在房间里吗？对，在房间里睡觉。好吧，那只能替我转达一下我的关心了。好，今天这个很粉嫩啊。哎，万小姐在做吃的，你跟她一起吃一点呗。那是肯定要吃一点的，走过路过怎么能错过吃的？是呀。我能帮什么吗，万老师？咱就是说，在这一块您是老师。咱就是说，你可以帮吃。哦，这我强项。我只是强项啊！我看看，今天是一个什么？我还想给万潇剥个橘子，你给他吧，你试试啊。对。那如果是卡卡剥的，那我肯定都得吃掉。哎呀。这个猴哥出书吧，猴哥倒是也没啥，收费5元一个。来吧，他现在肯定没手啊，这是暗示。怎么？啊，没事，
没事没事，你俩先吃着，我去收拾东西。不行，这5元我得赚到。我是个执着赚钱女人。你们好好吃饭啊。老师，我吃了2片，扣5毛。扣5毛？收你4块5就好。不知道今天这些东西会不会成功？哦，我出去玩的时候给你做了一些小甜品。哦。他会喜欢啥口味的呢？水果的、酸奶的应该都可以，但是他之前都吃过，香草太普通。我可别做一个，到时候人家不爱吃啊。专门出去学做了蛋糕啊！我今天想去做蛋糕，是因为我想稍微再勇敢一下，再进一步，再去做一些我更应该去做的事情。潦草小狗。自己去手工做一个甜品，既有新意，也符合他的爱好和兴趣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。但是呢，他现在很潦草，就是我回来的时候，是路上太颠簸了。他这个太不牢固了。上次咔咔也是自己做了个蛋糕嘛，后来歪掉了。已经变成潦草小狗了。没事儿。你看这2个小狗已经还是很可爱，看得出他们曾经可爱过。对，但总之是一份心意。其实我之前那个大福跟奥巧其实也是，就是买给你的，但是我当时没好意思说，因为人比较多，就有点尴尬。女士们要不要开启自己的第2个胃啊？他买了大福。啊，吃不下，整不动啊，老师。我可以。我可以。哎，刚好。你要吃那个吗？吃。那我不吃，我就想吃我这个先，那个有点太大了。没事，我跟你分一个吧。还不错。他还要买了那个奥利奥，还是自己吃的。来啊，大家吃。谁想吃谁吃。你可真好。我先吃一个。是我老师自己做的吗？啊，对，我自己做的。太厉害了你！我自己挤的手工小蛋糕，本来想给你做的稍微更精致一点，但主要是时间有限，所以比较赶，没办法，就只能做这种小杯子蛋糕。已经很不错了。咱就是说，刚才那个4块5，可以不收了是吧？可以不收。他好可爱呀！那今天晚饭就我们2个人吃是吧？是的。那你少炒一点呗，我吃个蛋糕，我不一定吃下很多。没关系，我比较能吃。所以你会比较喜欢中餐一点，还是比较喜欢西餐一点？啥都吃，只要我在意的那些东西不要有。就是我很爱吃东西，但是我就比较挑食。你之前是说就是蒜和洋葱少一点，你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对。好。哇，霍安老师，你这太令我感动了。你是说这些口味是吗？肯定得用心去记啊。也挺直球的，好舒服。对，可太美妙了。没关系，那些蛋糕如果你吃不下的话，回头可以分给其他人。谢谢万万。就我不夸张的说，我可以全部承包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晚点我们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把它吃掉。可以啊，今天看个轻松点的片子吧，我们累了一天了。好呀。今天想把《三国演义》放一放。看什么？看《三国演义》吗？平时在看《三国演义》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脑袋空空搭，需要看一些有权谋计谋的东西来充盈一下自己。好啦，看个轻松点的片子吧。好，走呗。开始享受我悠闲的周末。要命！我觉得这种时候是最甜了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最纯粹的喜欢。是啊。映画を半径しおりにするタイプです。哇，甜太有默契了。这也太惊人了。
不是他俩连钱包都一样吗？但是我之前听，就是咱们在山上那一次，应该是听老苏的信吧，也说你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啊，然后包括对音乐啊，包括他当时说了好几项。他在说的是良田吧？啊？他不是你吗？他不知道吗？他是有策略的问的这句话，还是真的没听明白？我其实一直想问一下他跟老苏的关系的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想先确认一下他对老苏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想法，我再去看我自己要做到哪一步。然后他说的是良田吧？我当时我说啥？就是很惊讶，好像发现新大陆了一样。鲜花怒放 ，what？ 但是他也有说，就是说考虑来上海去找你这样的。没有。那昨天的咖啡店又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老罗，要不要把我们今天在车上聊的那个事一起聊一下？因为我们之后说如果有机会，要不要再约见面？我就说要不直接在上海开个店。我觉得不错，我愿意的。赞成，愿意出一份力。我当时听到上海开店这4个字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他应该是为了卡卡来的，他甚至已经更往以后长远的去考虑了吧？可能我就觉得我拿什么跟人家比啊？好像比不了。真是美丽的误会。我其实回来的时候有在想说要不要再单独弄一道菜给卡卡，但是可能确实今天听到了开店这个消息以后，我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些跟老苏比起来有一点微不足道了。他是听到卡卡的建议，说还是想了想，说要不开一个，对吧？在老骆表示支持的时候，他有提到说卡卡有建议，我当时就判断卡卡不是第一次听这个想法。我被分为10亿，哇塞！然后老骆又把卡卡单独叫到营业室去聊天。到了这儿 ，Hello， 可是真的，不要，我全是和自己作对的，把他们凑成一对，这才叫美丽的误会呢。对，这全是真的。应该是老骆替卡卡推进了这个事儿，卡卡对老骆表示感谢。所以很显然就是他们俩双向奔赴嘛，对吧？那你放弃了？我放弃了。放弃了。也好可爱呀！所以很多时候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。实际上他们在聊 BE， 脑补了一整个故事。我感觉，反正我今天听完那个消息以后，我的心里的状态就像那个积木一样。我的承重墙就被抽走了，它直接就崩塌了。危险！肯定。不是老骆说是你建议的吗？是我建议的，但是这件事情我就是我不太懂，就是但是他，你突然这样说，我怎么觉得好像我跟他聊的天像没聊过一样。我看着说糊涂了，是我的语文不好吗？啊 ？What？ 不是，那你的信是写给他的吗？是，当时是。当时是，划重点，万万，当情重点，万万。他说当时是写给他的。我说当时，什么叫当时啊？当时的意思就意味着现在不是喽。阅读理解真的满分。所以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心情，既惊讶，然后也替他们感到惋惜，但是同时又替自己感到欣喜的这种感觉比较交织。对，毕竟老苏也是我的好兄弟嘛。惊喜真的啊，替他们感到惋惜。太可爱了，太平了，有意思，太逗了。哇，所以那你当下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不懂，等一下，我先放一放，先想想这些事情，先看电影。
痛啊！救命啊！哪怕是30岁了，也会对这种画面很。毛脸一红，救命啊！结束没有？好想看。心情好看什么都好。老脸一红，心花怒放。那我上去拿东西。没事的。去哪里啊？嗨，我们回来了。嗨，안녕하세요。我的老 crush。这句话。我的老 crush。终于你也拥有这个头衔了，北北。我也有这个称号了。我的老 crush，你今天干嘛去了？我今天去工作了。去工作？这么好的天气，你去工作？今天是好的天气，是去了。你在室外工作啊？那是室内。哼，那你在这里说什么？没有，我是过得挺好的。他拍完之后充完电了。我们过得特别好。你吃过香菜蘸红糖吗？广东人，我只说一句，玻璃脆片。哦，怎么你也中毒了？你们去干嘛了？我们不告诉你。你们去干嘛？打羽毛球，然后吃了顿饭，然后还玩了一些非常惊险刺激的小游戏。惊险刺激的小游戏。红糖糍粑吃完了之后，那个红糖没吃完，我们用一些香菜在里面蘸。我的天上鹅。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梁洁女士给我们吃一口小蔬菜再蘸红糖糍粑。我这是干啥？你吃的筷子。红糖香菜。你知道我们在那打那个料的时候，不是葱花、香菜什么的吗？我看到这个我就说，卡女士不在吧？真的，我现在只要看见葱花、香菜，我就会想到你。时间没电了。装坚强是很累的一件事。是。他还没有回来的。我6点的样子吧。哦，那时候我们还在吃第一顿。OK，good。那时候我们还在吃第一顿。第一顿。泰国菜里最好吃的菜是什么？虾片。他们好像去打羽毛球了，然后吃了2顿饭，我觉得玩得很开心。然后 DNA 里面刻的是哪2个字？火锅。让你火锅里面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那道菜4个字儿，萝卜蘸酱。火锅里面最好吃的菜4个字。4个字。啊，就是那个萝卜。我们称之为萝卜蘸酱。但是现在你知道网球现在在我的这个运动项目里面是第2顺位，第1顺位是空中瑜伽。来，倒过来，坐会儿。我到底错过了些什么？错过太多了。你错过了爱情。你想跟我一起看《灌篮高手》电影吗？可以的。他没看过动画片，他看那个电影能接得上吗？反正接得上接不上也不管他的死活了吧。是不是有 Lock Crush？ 是不是 Lock Crush？ Lock Crush 你没电了。
哎呦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听到我的唠 crush 这个词儿，有感觉到良田那个状态是不是？是非常不自然。开这种玩笑，其实心里就跟笑声一样大声的难受。对，是的。他想装这无所谓。对，也想呈现出给周围的人这种感觉，就是对我没事儿，我已经走出来了。对，然后你看我跟他说话，挺轻松的。这也是那个半熟这个年龄段的，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下呈现出来的一种处理方式，就是要体面。其实你会发现小胡不会处理这个处境。另外呢，我觉得良田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女孩，干脆就把关系推成朋友关系，对，你舒服一点，我也舒服一点，是的，哎，我就不会刻意的往前再做新的期待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大家很重要，就是在良田看到那个视野里面，其实不光是有小胡一个人，还有那么多朋友在身边呢。如果我跟他一直延续这么尴尬的关系，其实会让整个那个小屋的氛围都不好。对的。我就是看良田这种状态特别不舒服。其实我挺希望他就是不开心。我心疼他这种状态，就在任何环境当中，他好像都是要最先做那个勇敢、坚强、破局的那个人。一个体面的女孩子，有尊严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我给你脸色看，在场面上表达不满？那这个就是不成熟的表现。成熟是会丢掉很多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原来成熟这么烦，我不要了。所以我现在就有点好奇，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猜这个真心时刻，他们要互相看瞬间了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 SOUL 真心时刻。今天的 SOUL 真心时刻呢，我们刚刚看到了他们每一组的分组约会的情况。那他们的关系线，谁看了谁的瞬间会不会发生改变呢？大家分头决定，然后依次亮题板说明自己的理由。答对最多的人可以挂爱情小锁。我记得纯叶之前是说，就是为了良田，你就不会再看小胡了。那句话到现在为止也做准。来读。你不要激发我斗志，我跟你讲，我斗志很强的。不挂无所谓，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不看，我绝对不看，对不对？他不一定要去看胡允婷的嘛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赌气了。你说的很对，但我还是会选他看胡允婷。来，让我们理性的分析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上板子。全球美妆健康好物，微信搜屈臣氏小程序，快至30分钟到手，请看屈臣氏真心推理时刻。这感觉又比上一次更有眉目了一点。对呀。好了。这么快？等等我。这么快？这次眉目太清晰了。唯一不清晰的就是被张纯叶老师说完的良田。哎，还真是。是不是朋友们都差不多了？来吧，亮。来。我们先统一一下，是不是争议点主要是在良田这块？剩下是不是大家都是约会互看？对。良田看胡允婷的一波，良田看那个苏永豪的一波。选择良田看胡允婷的，请举手。我赢了。洋洋你这一次我赢了，这次赢定了。洋洋朝右边转了下头说我赢了。其实杨我谁都没看，主要就是看右边。然后看完右边自信的回头，我赢了，这次我肯定赢了。因为跟杜老师不一样。看完这两边，再看一下这边，我赢了。剩下的4个人都是选的良田看那个苏永豪，对不对？对。那3比4，来吧。好。上 SOUL APP 遇见懂你的有趣灵魂，接下来进入 SOUL 真心揭晓时刻。开始吧，我冲！来了，这都毫无悬念。今天看的时候上街的瞬间。我现在每次看他瞬间，我都是有一种感动热泪的感觉。我觉得他发的东西就是很简单的话，去表达他心里的感受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真实的。他开始相信一些东西了。这几天我总体感觉下来，他真的很细心，然后也很沉稳。就因为如果他生病的话，然后我回来照顾他，我肯定也不会有他现在做的好。哇！哎呦，他真的是标杆。哎呀，这摆盘。谢谢。多少种？然后是这样的，你睡前一定要再吃莫芬。
你们俩会不会离太近了？没关系，已经6个多小时了。哇，你记得好细啊！我吃药的时候最糊弄。哦，谢谢，我的妈呀，手艺太棒了！好的，今天素材又有了，等我拍一下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总不急，行动雅。就我现在，我对他的认知可能逐渐立体起来了。他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种，就是纯的恋爱脑，就是情绪化的、不能理性思考的人。他其实只是一个对于这个感情很真诚、很有热情的一个人。是 ，yes， 得分。其实这2天的相处让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近了很多。可能因为这2天在他需要的时候，我一直在他身边呢，他就会觉得相对而言会变成比较亲近的人。就感觉他生病以后，确实是跟平时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样子可能不太一样。好吧，试一下。哦，天哪！一整刚塞进去，对不对？5分钟，快喝口水。我不喝，我不喝，我不喝。你出这么多汗，你不补充水分，你会脱水的。好不好？我不想喝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好，不喝，先把被子盖好。我不。感觉好废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大家的我没有意思。我今天早上洗头发了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，都臭了人。没事，人都臭了。没事。卡卡特意给你熬的粥、煎的蛋和那个午餐肉。好贴心哦。妈妈，你蛋糕送到了吗？行。俩眼一睁就开始吃瓜。吃别人的瓜，你一会儿下去亲自问问他好不好？算了，我不好意思。OK， 给我吧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看一眼。你能看清吗？不能。化了，它化了，像你说的柔软了很多。对。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他这个生病比较脆弱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点这个样子，变成比较柔软的样子。然后一会儿就把这2件衣服都脱下来洗一下。啊，你别洗了，你给我吧，你不要沾凉水。至少这2天我感觉他是需要我的，我就希望他能多需要我2天。好开心哦！我看他这组就好开心。咔！我看了万万的，今天万万就是很有心的为我准备了这么多，我确实看到他的心意和态度，我会欣赏这样的心意和态度。所以我发的是万万做的菜。然后也是由衷的感谢万万，因为确实我从开始22、23岁开始恋爱到现在吧，从来没有一个男生就是他主动为我准备晚餐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忙碌？对，他们都出去玩了，然后我今天就给咱们2个准备饭了。尤其是你要知道，我上了1个礼拜的班之后，那份晚餐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挺温暖的。我看的是卡卡的，看这么久，他的瞬间是第一次有我的成分在了。他真的好开心，很开心的。虽然我的成分可能只占他今天的1半吧。对，我今天瞬间还是发给卡卡的。我写的是潦草小狗又活过来了，象征着我的心情一样嘛。我的心情也是跟坐过山车似的，从最开始可能紧张的应用室去聊到了这些问题。他在说的是良田吧？啊？他不是你吗？啊？就是我发现好像我一直在担心的事情，它好像并没有发生，所以就感觉好像还能再喘一口气儿。
然后又暂时的活过来了，这种感觉。自己被自己的故事碎掉了，然后又活过来了。对。哎，张哥，张哥，你应该，严航。哦。我今天看的是妍妍的瞬间，公园里走一走，然后拍拍照，我总体感觉是非常开心的。今天的瞬间就是表达对张哥的感谢，还有辛苦他为我拍照。夏夏，陆老师是被谁的幽默击中了？夏夏。对呀。哦。就是好奇吧，好奇他会发什么，故意输球的不归路。等我先去把我的堆袜换上。怎么不是我换下我堆袜没什么问题吗？他想要一点点照顾女生的情绪啊，或者是在打羽毛球的积极性啊，就是他的属于他的一些小细腻。但这个举动在我看来，至少不是坏的。是的，是的，不是坏的。是的。我看的还是夏夏的这个瞬间。所以我想看看他今天在跟我一块玩、跟老苏一块玩、跟梁天一块玩里面会发什么样的瞬间，看有没有轻松一些、缓和一些，这是我看的一个主要目的。他这个表达这个意思有点像是要缓慢相处的一个意思，那可能就是给自己说的，双关吧。这没有悬念，这个肯定没悬念了。我今天查看的瞬间也是梁天的瞬间。他发的那个照片还有瞬间写的都是今天的火锅。的确，我们今天吃的那顿饭氛围会更开心。如果要我去分析他发的瞬间的话，我会觉得他也在跟自己说，去接受当下，去享受当下，然后后面的事情再想、再处理这样子。悬念来了，呀！看谁的？怎么有点紧张呢？我今天看的是宋豪的瞬间，就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虽然我们输了，但是我们替梁田高兴。但是个很好的结果，对。就跟谁玩的看谁，就是他拍我们打羽毛球的我们三个的照片。他说出了我的心声哎，这种日子太好了，跟好朋友一起出去打羽毛球。垫个步就接到了，声音真的很像是一群好朋友出去郊游的感觉。他说的也是我想说的，这样的日子我想过一辈子。我们验好，我就不去打工，我知道我也去打工。我就是不能再看婚姻的瞬间了，我拒绝，随他吧。就是因为我不能想这件事情，最好让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让他以前 crush 出现，就在我没有搞清楚之前，我不会再看了。哎，好，
哦。小胡会看良田，那肯定的。今天我看了良田的瞬间，然后他只发了一个火锅的照片。今天回到小屋的时候，我当然还是有点压力，说看到良田会不会很尴尬，然后不确定说他是怎么样想的，所以就是我还在找一个办法去好好去面对他嘛。今天打羽毛球，然后去吃了泰国菜，又吃了火锅，连吃2顿。刚上来时候那菜完整的时候，你就得把那个锅粘立起来，不然刮那个汁儿，你知道吧？你那勺子进去，一勺子进去，勺子刮不满。没事没事的，那都是去哪里？嗨，我们回来了。我的老 crush。火锅里面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那道菜4个字儿：萝卜蘸酱。就在餐厅里面看到他这么欢乐，心情有点矛盾，因为我知道他是非常故意的去把气氛弄得很欢乐，然后想要配合这个场面。哎，他知道他是非常故意的。今晚的瞬间我依然是发给良田的，然后是非常简单的还好吗3个字。就感觉问这个又有点奇怪，当然不太好，但是有点不知道怎么样去给他一个关心，也不知道说我凭什么去给他这样的关心。看完啦。好，那我去吃饭了，吃点东西，突然有点饿。不错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蛮有勇气的。唉，不然咋办呢？就是因为你搞不懂，但是你又必须要面对。等大了之后就得被你接受。对，就宁愿相信。
他两个人的状态都很差，其实。